好，我是那个大叔，很高兴来到我的游戏频道。今天继续带来全军破敌战锤3的对战影片。哇，看到这么多矮个子，没错，今天使用的是矮人，就想说好久没有玩了。那我们来开始介绍我方的兵表吧。那我方最前线呢，这边是带了4队的雷鸣枪手，它便宜好用。而且它还是自带盾牌哦，所以在跟对方弓箭手这种单位交火的时候，算是小小有优势。然后再来就是矮人，基本上多数单位的护甲都非常的高，都是80以上，除了屠夫以外，屠夫他们是没有护甲，然后其他的话基本上护甲都蛮高的，所以打矮人基本上就是破甲伤害一定要带好带满。那中间这边呢是长须战士，这边长须战士呢拥有100护甲，而且它的是银盾哦，55%可挡，非常的恐怖。弓箭手基本上打他们比较吃力。那最后呢出了4队的风琴炮，风琴炮比较可惜的是，它的射程没有到很远，只有330，以炮兵来讲真的不算远。但是呢，它好处是它是远程破甲，而且它的命中率也蛮高的，我觉得命中率算高。那出了那么多远程东西，当然要出一下我们的这个领主啦，算是工程师那种感觉，主要就是提升远程单位的能力。而且它还可以帮忙补充弹药，非常好用。好，我们对手是基斯里夫啦。那基斯里夫呢，绝大多都是双武器，就是一个远程，一个近战武器，非常的麻烦。我们这边呢，主要就是克萨勇士跟重装克萨勇士为主，各5队。然后还有带的是这个重装克萨勇士重型武器，主要就是这3种部队。那玩法非常的简单粗暴，就是跟你玩弓箭阵，因为这边所选单位全部都是有双武器版本，除了这个沙皇卫队以外，这个是钱没有算得很好，所以就是跑了出来这一队，这一队是纯近战。那带来一只元素熊哦。这一只非常的可怕，而且它可以使用一个非常可怕的技能——凛冬之星。它是一个大范围的魔法攻击技能，而且在里面会被缓速，基本上被放到就跑不掉了，然后会在里面持续受到伤害。整体下来，这个伤害非常可观。然后它还有一个土袭的魔法，使用3次。像龙袭一样，要谨慎使用。不过它很麻烦，就是被打到过后会冻伤，会减少速度30%，比较麻烦。那我们这边选的是这个女巫，是普通的领主，那也是带的是主要带的是这个啦。它有寒冰碎片，然后主要也是有带这个凛冬之星，主要是带这2个魔法。凛冬之星就跟元素熊一样，非常可怕。等于说他们这一场可以放到2个凛冬之星，如果放得漂亮的话，可以歼灭非常多的单位。好的，我们来开始进入决斗吧。那首先呢，我方手上有炮兵嘛，有炮兵当然是有说话的权利啦。先攻击对方的沙皇卫队，沙皇卫队造价比较高，那这个是比较昂贵的，我就要发现不对。我这边还有一只元素熊，非常的可怕，所以这只也是赶快处理掉。我们看到这个破甲伤害打到身上非常可观哦。然后等等，他过去应该会遇到非常多的哦。他这边放了一个魔法下去，过伤害算才可以。好，元素熊现在不断的挺身靠近哦，但是他面对的是4队的雷鸣枪手，还有3队的风琴炮。毫无招架之力，没有悬念的直接败下阵来了。那刚开始呢，距离都还算蛮远的，所以双方都是炮兵，
更正，双方都是弓箭手在互射，弓箭手这个单位在互射，然后对方这个沙皇卫队在不断的贴近中，完整雷鸣枪手好像会被击到，有长须战士有过来，有卡住，长须战士有卡住哦，他这边放了一个技能，放了一个强化的技能，让沙皇卫队更加的坚挺啊！它提升的是攻击力啊，攻击跟破甲各加20%。我们这边呢，现在长须战士都贴近哦，不要让他们可以不断的开枪。不过对方的单位数量真的很多，你连了一队，对方旁边至少还有一队可以做援助输出，还是可以在旁边不断的。好，我们这边呢，把所有的风琴炮对准了对方的领主哦。毕竟领主有魔法，我们不能放过他，他的魔法很恐怖，我们不能让他那个施展出来。所以尽可能的看一下，他想施展魔法有点困难啊。好，这个血量应该没，下一轮应该他就会结束了。我们这边就是尽可能的用长驱战士把对方黏住。不过黏住的时候其实也是很危险的，因为黏住是不能动的，那对方就其他队伍就可以不断攻击。我们看到这边，好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雷鸣枪手也是有带盾牌的，然后对方的领主陨落，这个风琴炮不断的射击，把对方的领主给射下来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。对方召唤出来的雪豹冲过来咬我方领主哦，领主稍微跟他打了一下。好，我们这边看到雷鸣枪手4队集火一轮，直接蒸发。这种火枪兵的火力真的很恐怖。然后这边放了一队过来哦，克萨重装克萨勇士，他贴了过来。不过他血量所剩不多，所以基本上旁边这个射击一下就打完了。那这一场基本上都是在不断的射击啊，跟基斯里夫打大概就是这种感觉。因为基斯里夫本身有双武器，这种话其实在某个时候优势是很大。然后这一队不断的靠近哦，而且他是有带盾牌的哦。不过这边看上面战力条也所剩无几啊，差不多要结束了。跟基斯里夫打给我的感觉就是尽可能的要多出弓箭手这些单位，因为基斯里夫他们太多有这种双武器了，他这种兵表特别就是你连哪个都可以，反正我旁边一定会有远程火力可以不断的输出支援。那你双方部队在交战，然后旁边又被弓箭手射，基本上比较难战胜。那袁术雄呢？很可惜，完全没有表现机会。毕竟他体积那么大，而且看到袁术雄，我就知道，基本就是所有的钱都花在他身上，花在身上钱会很多啦，所以就赶快先激活，先打死他。那带了很多风琴炮，很好用。虽然说他的特效表现没有到很亮眼，但是实际上它所造成出来的伤害其实非常可观。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所有影片内容啦。如果喜欢的影片，帮我点个赞，并且分享出去。我是那个大叔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